同居的过程当中，有时候摩擦是在所难免的。他对家里的清洁的 standard 真的是蛮高的。我今晚还有地方睡。我蛮支持婚前同居的，因为它就可以让你知道你跟他的契合度到哪里。 You get to learn a lot about the person before marriage. 这个人的这个一点我不可以接受，先早点分开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如果太年轻的话，当然是不可以。如果到了20多、30多，如果他们要同居再结婚，我是不会反对的。太早同居的话，可能你结了婚之后，好像结婚婚前婚后就没有太大的分别。如果你婚前能够有机会跟这个人住在一起一段时间，其实你会发现关于这个人的小毛病、大问题。我的女儿如果跟别人婚前同居的话，会很吃亏。我觉得这是长辈的考量。我的思想是比较保守啊，婚前不要住在一起是比较好。你们要住在一起可以，不过你一定要认为这个就是你将来的太太。你可以朵花吗？哎，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吗？你上面帮我拿那个药材包，等一下滚了，我们把全部丢进去。宝贝，你知道什么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只知道全部放下去会好吃。我们在家的分工比较多，像是谁喜欢做什么，谁去做什么。下厨是他热爱的东西，所以一向来都是他做。然后我喜欢家里干干净净的，所以我喜欢吸尘。我觉得他对我来说特疗愈，你知道吗？脚。我跟你讲，不止厨师，我还是家里的司机。有时候我是家里的小丑，他不开心，我是要逗他笑。我还是家里的，就是装这个装那个 handyman， 就是，所以我是家里的很多的东西。哇，感觉不简单哦，就是这样吗？可是宝贝要怎样放这个进去？哇，这样我不是要等到明天？要不然你帮我烫衣服。可以啊，反正我也不行，反正我只有一个那个工具。你 OK 吗？为什么你不要把它朝上？看不到那个洞。哦。我觉得他是家里的 discipline master。他对家里的清洁的 standard 对我来讲是蛮高的。他有这个习惯，他回到家呢，他喜欢哪里脱哪里丢，就是可能一只袜子在那边，一只袜子在这边，你再走几步会看到那条裤子，然后看到那个衣服。因为我从小就是我跟我2个哥哥就同住，男生嘛，男生的 cleanliness 都没有比女生的高，这些习惯我不能一天就把它给改掉，所以有时候我还是会不小心的踩到他的雷。我希望他不要就直接爆发。我也知道，我也不想烦他的，可是我觉得家有家规，他不可以养成一个习惯，要不然以后我们的家就非常非常乱了。我要感谢他，因为有他，我才能够住在一个这么舒服的一个环境。我也不是说希望他改掉，可是就减少一点点。我今晚还有地方睡吗？你在读什么？日本很红的一个系列。同居的过程当中，有时候摩擦是在所难免的，但是我们在同一天就可以跟他化解，因为我们住在一起，所以就有更多时间了解彼此的习惯，还有更多时间跟彼此沟通。我觉得每对情侣应该都从彼此可以学习到的这个地方，这样子才可以一起进步。所以我相信我跟乐应该是互相学习的模式。这个是我的 Max， 脚可以放前面一点。他不行了，不行了啊！我每次叫他在家里拉筋哦，他不要啦，不要啦。我们一起运动的目标呢，就是拥有更健硕的身材。然后我希望我以后当妈妈的时候，还可以是一个 hot 妈妈。她本身也是很爱美的一个人。swing 在后面。怎么跟你说这个样子？我跟黑哥在一起的前几个月哦，我们真的是看到哇，我们幸福肥，因为我们每次宵夜就是去吃，然后呢，我们去了健身房之后呢，我们就觉得不只是 physically we look good，but mentally emotionally we are well also。然后当然健身的时候我们2个也在一起，也是我们的拍拖的机会。我们婚礼那天一定很帅的，加油！哇，我们好喘好喘的时候呢，还是彼此给彼此加油打气。
我喜欢这样的感觉。 OK。有一段时间我们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是有男朋友的 ，but it didn't work out。过后就没有带过男生来运动。那时候他一带过来 James， 我就觉得 OK，serious 了 serious。他们健身的时候很肉麻。这个也来一点哎，可以大力一点吗 ？Hello， 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，他们会喂来喂去，喂来喂去。尤其是黑色，很喜欢摸他的这个小脸哦。所以有时候他甜蜜到我跟我老公有点看不下去。黑色他对自己的要求挺高，会比较严格一些。但 James 加入之后，他都会逗他笑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看到在黑色的身上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个点。他上课的时候，我觉得都很开心，觉得黑色会放松很多。干嘛？我唱错了啦！啊，再来一次啊！我学唱歌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是个钢琴家，所以比如说像我在教课的时候，我要告诉学生这个音怎么发。如果有这个唱歌的基础，我觉得会比较好。所以我知道，黑周有在学习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不然我们一起学。我觉得一起上课、一起进步呢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我觉得一段感情当中，两个人要一直有上进心，要不断的提升彼此，所以一起来学习新的技巧，让我感觉我们都有一起在进步，把这个当成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光，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。支持姐姐练，姐姐的话就会更能理解男生的想法啦。男人应该照顾小妹那种啦。我支持姐弟恋，女生也可以照顾男生。我刚刚谈过一段姐弟恋结束，我觉得很美好，会让我感觉自己变得很年轻。有些人年纪比较大，可是他不成熟，不应该是一个 benchmark。小男生可能就比较幼稚，某个人年纪比我小的话，我应该不去考虑了。年纪不是问题啦，只要两方都成熟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你爱就可以了咯，管别人讲什么。我们玩到5就学先。OK。开始。手云。人小人，孩子小孩子的手。我看他的比较好。我找不到那个。所以我这些朋友，我是从小学到中学我就认识，我们一起成长，一起长大。他们也是我的 bridal party。我从小学就认识 James 了，17年啦。我们是从中学认识的，13年了。晚上对不对 ？Yes。抱。I don't know。我放弃了。Category 是什么 ？Like a toy。哦。小熊。小熊。OK。Actually， 你为什么会选我们做你的 bridal party？ 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你们我，只有你们我只有你们。哎呀，你朋友没有很多没有很多，就是我。我觉得一个人呢，不用很多朋友，我觉得几个好朋友那是最重要的。我认识 James 的时候，他就是有一点安静的，不太喜欢跟人家交流吧。他是蛮热心的，所以你跟他聊天聊比较多以后，你就觉得这个人有点怪怪的。他很单纯，他很简单的一个朋友。你知道，如果你需要帮忙的时候，你随时随地叫他，他就会在那里啦。就是一个很可靠的朋友。中一的时候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他的，因为他长得很帅嘛，连别级的都喜欢他啦。因为他们走过我们班就会看来看去。所以讲啊，我觉得还好。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女人追，有一个season大家都在对对方写信。OK 啦，我的信其实拿的蛮多的，就可能这样我的朋友以为就觉得其实我蛮 popular 的吧。James 那时候就比较内向一点，应该是进玻璃的时候他才有交到女朋友啦。有一段时间他是不婚主义者，就把他的事业就放第一。他就跟我讲其实我在跟一个女孩子交往。我是吓到了，因为我没有想到是933 DJ。Tell me honestly. Okay. 你们知道我要结婚的时候呢 ？Did you guys think that I will call you guys to be my bridal party? I think we were more overwhelmed with how you are getting married first. Okay. I think 很惊讶，因为一路来你都没有谈过很多恋爱，所以就没有想到，因为是第一个，然后一谈就直接结婚。Yeah.
影霜虽然比较大，我是觉得它就慢慢变成熟，然后影霜的话就慢慢变比较像我们的年纪一样，所以就比较相处的比较融洽一点啦。他是从好像他在拍视频的时候，慢慢的变成比较 more outspoken， 比较会跟别人来沟通 and outgoing。在吃饭的时候，他们突然间把他的手拿出来，看了戒指，然后我就哇，然后我就哭了，就觉得他好像长大了呀。当下我看到他们抱在一起哭的时候 ，it hit me， 我才想到 we come a long way，you know， 我们从小玩到现在，我们要 go into a different season of our life。看到我的好朋友这么支持我的 relationship， 我也感到很开心。啊 ，so my wedding is coming here， 当天就靠你们了。I will try my best. Okay, next round. Okay. OK， 我可以做什么啊？你可以洗菜吧？你这边洗好了，然后我们 pass 给我们哦。我还记得那时候933有个项目叫最强喊风，所以他就找了我们几个来挑一些 K-pop covers。我们第一次凑在一起，我们都玩得蛮疯的，那感觉挺好的，就大家凑在一起，然后很自在，很舒服。哎，很适合你。什么意思？一样颜色。黑色，你会煮饭了吗？当然不会啊。他哪还需要煮吗？James可以咯。你也不用煮啊。对呀，我还是要煮啦，还是要学啦。我 chef and wife 哎。我觉得朋友在我生命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我会希望他们知道我在做些什么。我觉得我是会非常希望我朋友认可我的另一半，因为我觉得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他们可以看得最清楚。耶！他在滚色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的婚礼哦，我有点那个夸张。为什么？我2点就开始化妆了。2点？哇，你不用睡吧？2点。前一天晚上的8点是找不到我的，所以我就决定我要睡觉。等那以后你睡不着。可是我请了2天假，说我请了1个礼拜假。我觉得黑泽就是什么东西都很认真。我记得我第一次上他节目的时候，他也是刚出道，私底下他几天前就会私讯我，问我很多东西，做了很多功课。而且每次跟他跳舞，其实我会有一点小压力的，因为他会看我们的动作，哎。Not clean, not clean。我再来，而且要到 perfection。真的。我们不介意，老实说我们 OK 不介意。我觉得我们这个群组里面就是要有一个的这样子来，对，要不然我们很chaotic。对。你们婚前到底会花多少时间筹备这些东西？因为我觉得我花了好多时间在筹备。比较多的时间是花在 table sitting。因为我700多个人嘛。黑子的人就是只要他认识那个人，一定有什么优点，所以我就决定说 ，OK， 我们应该先认识他，我们应该要先撇开这个年龄的东西。对，她是女强人嘛，而且又很独立，所以她很多东西都会想要自己去扛。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了 James， 比较像他们是一个 team。真的，他好像从来没有说过 James 的不好。哎，他有跟我讲过一句话。跟 James 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们可能会小吵啦，就吵架，但是只要他看到他的脸，他的气都消了，他不会生气，他讲哇好帅，真的，这是他讲的 ，really。那你的婚礼最期待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我最期待的是我跟乐乐一起走下红毯的那一刻。我觉得每一对新人一定是会一直在想那个 moment， 这样你走下去，and then 周围都是爱你的人，支持你们的人，然后大家都在为你鼓掌。哇，要哭了！哇，会的，我们也是哭哎。那个 moment 我觉得会是我最期待的 moment 之一。你要哭就哭，真的是哦。Don't be sorry。可是我们的一个共同朋友一直跟我说，你千万不要哭，因为你哭起来很丑。你不要管他，然后你说你一定要 enjoy the moment for the day。真的，这是 my biggest advice to you. Enjoy the moment. Yes. Enjoy the hot hot。我会的，我会的。吃多一点。有了另外一半之后呢，我确实跟朋友在一起 hang out 的时间少很多。我跟乐乐有这样子的一个小规定，我们尽可能每个星期会和不同的朋友见面，就是希望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呢，让我们的社交圈可以更加的坚固。Something in the air, feel it everywhere. So bring it into me, my love. Kisses The flower can hold back a bit more.
Usually you look at her, maybe she's very playful one. That's like that. Yeah, very nice. 其实这是我们第3次拍婚纱照了。第一次是青岛，他跟我求婚之后，我们在那边也拍了一系列，然后在瑞士拍了一组，但是在新加坡没有拍到本地的那种概念婚纱照。趁青春还在，我觉得我要把握这样子的时机。piano 你要放在这个，我要放在这个水里面。一点 OK， 我们可以放一点点在水。Of course。OK， 我们搬。你的椅子呢 ？Oh my god， 我没有带椅子，没有带椅子啊。我想过这样子的场景发生，你知道吗？到底会有多尴尬？要站着弹钢琴，没想到它真的发生了。不用急。OK， 可以。你这样哦，你这样。健忘的他，我提醒他至少3次。没有椅子哎 ，bro。没有椅子。我们应该列下一个清单的，我就是没有把它给写下来。OK，I think Hazel alone first。我觉得当天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，因为 Bobby 有讲过，他要早上的那个阳光，所以我们大概7点阳光一出来 ，Bobby 就讲先来拍。然后我拍的时候，钢琴又没有人管，钢琴它的脚太大太长，我们不能把整个钢琴连脚一起放进车里面。还好有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钢琴装起来，然后所以我们的拍摄会比较顺利一点点。还好有我们幕后的工作团队，也还好有我的化妆师，谢谢辛苦了幕后工作人员。好了吧？多一次。OK，last one。OK， 把你们在这边转好不好？我不想要只单单拥有那种美美照片，我也想要有点意义的照片，就是反映我们工作的那种婚纱照。就 Jim 是钢琴家，我是主持人，然后把这样子的个概念融入在我们的婚纱照里头，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才是印象深刻的。嘿，我们结婚了。我的是不是这边来的？我觉得我的婚戒会很美耶，搭上这边，我们去试吧。Hello， 这是 Hannah。Hello， 我买求婚戒指的时候是她帮我的。谢谢你，客气的。我们回来了。我很喜欢。我们的那个戒指已经好了。哇，你的很亮哎，你的。我可以拿了。对我来说，有些人可能喜欢车，有些人喜欢手表，但我很喜欢戒指。这戴在手上很美吗？亮晶晶的。女生看了就开心。惨了，我觉得我很肤浅的，我觉得观众会觉得我是个很肤浅的人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吗？哎 ！Oh my god！ 画画 ！Oh my god！ 是画画啦！画画没？哇！你好，我是番茄老师。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节目组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，我还以为他要带我们去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们可以很甜蜜的去约会啊，或者甚至攀岩啊、爬山啊等等一类的。没有想到会是来做手工。今天我收了一个任务，就让你们来做一个很漂亮的作品，可以放在你们未来的婚后的家。今天要做的东西呢是叫蓝晒，你看这幅哦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吗？可以开灯吧。所以你们可以依据你们要的图像，这个叫做铁琴画架。两个都是盐，如果是分开用的话，它其实没有效果。只要它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呢，它们才会变成很敏感，就像夫妻一样。对呀，一人一半呢，感觉会散。一个比较 explosive， 一个比较温柔。OK， 明白。所以你们两个比较。我问而已，问而已。然后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啊，这些才能变成一个很好的作品。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，难免就是一个人是主 key， 一个人是配合的。很多时候我是比较主 key 的那个啦，然后他也会配合我，我会是一个比较有想法、比较有主见的太太。这样我可以问看哦？如果让你形容它是一个日常用品的话，你觉得它会是什么日常用品？日常用品。牙膏 ，OK， 这边牙膏。为什么啊？因为牙膏这是很妙的，差不多要用完的时候，你再挤一挤，还是可以挤得出一点东西。什么意思？所以我在说的是你很有耐心，很有爱。那在你最累的时候，好闪哦！我应该穿黑眼镜。你也会给我很多的关怀。我觉得你就像拖把。拖把？因为你头发就像拖把的头发，然后呢，有你呢在家，我的房子就很干净。我们家这么多日常用品，他选拖把来形容我。我今天晚上让他跪拖把。我讲它是拖把，因为我觉得有Hazel这个拖把呢，它可以把我一些心里的烦躁给抹掉。
其实他们常说，你知道情侣之间应该多做一点培养默契跟耐心的事情。哦，对真的真的。我跟黑子如果要出去约会的时候呢，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不会是这么静态的一种活动。我觉得今天还挺独特、挺特别的，让我们尝试到不一样的东西。这就代表宁静、和谐啊！我希望可以有代表我们的。其实我觉得一个大大的叶子就好了，是吗？简单就是美，代表我们的感情很简单。这个是我，这个是你，我们在一起就是一个爱心，很可爱。可爱哦。我坐车吧，我坐车。为什么换驱车呢？那个简单的生活跑去哪里？不要简单生活。好，你讲的啊，我可以给你比较简单的生活。你看我做了一只狗。你以后要养狗没？不要，没有养狗吗？所以做一只狗吗？那我要换你。你又要换？你要换什么？等我的晒好，你还是这边决定要做什么。这个送给你。哦。你懂为什么吗？为什么 ？Don't leave me 。OK，I won。好，我的就是讲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，大的是我，小的是你。你干嘛抄袭人家的 idea？我刚刚讲这个是你，这是我啊。心有灵犀，不是抄你。哦，那个是我们的以后的宝宝。对呀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小家庭。对老公跟对孩子是可以完全不一样的，这是我坚信的一点，但不代表我们不会携手向前。我觉得我会真的很宝贝我们之后的孩子啦。我跟黑周，我们很喜欢，就是一直的去进步啦，所以我很期待想象，5年后、10年后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？哇 ，J and H， 我们不是说了，以后如果生儿子就是 J 开头，生女儿就是 H 开头，所以这个家就一定要有 J， 要有 H，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。OK， 我跟乐乐常常在聊，我们之后理想的家是什么样，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一种家的味道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其实觉得很好，因为我把现阶段的我自己放在这个作品当中。那几年后，可能我们搬了一个新家之后呢，我又可以把几年前的自己的想法放在新家里头，就代表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还有旅程，所以我觉得挺有意义的。挂掉。我感觉他们在讲东西都没有再进去。谢谢。是你的东西，他是安迪杀手嘞，他很有人缘。这是我在家里第一次办喜事。他的妈妈突然间今天哇火起来。我们是福建的啊。